全长超1500公里，世界上最难建的川藏铁路为何非修不可？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的称呼，长久以来，青藏高原由于冻土广布、高寒缺氧等诸多因素，一直没有铁路，甚至全世界都认为在青藏高原是无法修建铁路的。直到青藏铁路的出现，这一历史被彻底冻结。目前，西藏新的天路又在建造中，它就是被称为世界上最难修建的铁路——川藏铁路。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个霸气鼓励，谢谢。1. 川藏铁路的修建。顾名思义，这是一条连接四川和西藏的铁路。该铁路起于四川成都，向西延伸至西藏拉萨。这是我国第2条进藏铁路。川藏铁路的构思比较早，在晚清时期，英国曾经想建设一条由四川到达西藏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线路。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对川藏铁路项目进行勘察，并在90年代进行初步的选线工作。川藏铁路全长约1838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20至200千米。川藏铁路从成都出发，在四川省内经过蒲江、雅安、康定、理塘等地，跨过金沙江后进入西藏，经过昌都、林芝、桑日、乃东和贡嘎以后，最终到达终点拉萨。川藏铁路分3期建设，分别是2014年12月开工的拉林段和成雅段，以及2020年11月开工的雅林段。目前成雅段和拉林段已经开通运营，雅林段还在建设当中。川藏铁路的建设难度要高于青藏铁路，从四川盆地经横断山区进入青藏高原，中间地形起伏剧烈，海拔落差高达3000多米。比如川藏铁路的起点成都，海拔仅有500米，而过了理塘之后，海拔就超过4000米。由于经过大面积的山川地带，川藏铁路有长达1400公里的隧道，且多处隧道都在3000至4000米的海拔高度。2. 西藏与四川的基本情况。我国西南部的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它东西的长度约2000千米，南北的跨度约1000千米。其面积约120.28万平方公里，约有1/8个中国那么大。其面积的大小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地区。西藏的北部和东部分别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与云南省接壤，南部与西部相邻的是缅甸、不丹、尼泊尔与印度。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西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门户。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西北高，东南低，自然形成4个不同的地形区域：藏北高原、藏南谷地、藏东高山峡谷、喜马拉雅山地。因此，区域地势高耸，冰川广布，形成河流与湖泊等，使其成为中国水域面积最大的省份。西藏的矿产资源丰富多样，目前已经发现了101种矿产，有些矿产在全国也是占据重要地位，比如铜矿、金矿、锌矿、铅矿及地热等资源。西藏的矿产拥有10000亿元以上的潜在价值。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大幅度上升，不仅建立了现代工业与交通通讯业，原有的农业、牧业与商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2023年，西藏自治区的 GDP 也达到了2392.67亿元，同比增长9.5%。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它东西长度约1075千米，南北跨度约921千米，面积约48.6万平方公里，分别与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重庆、西藏接壤，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更是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四川省位于第1阶梯青藏高原与第3阶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上，地形高低非常悬殊，西高东低的地势非常的明显。西部的高原与山地海拔大多都在3000米以上，东部的盆地丘陵是500至2000米之间的海拔。四川省的河流主要以长江水系为主，黄河流域也有一小段经过它的西北部。这里的矿产资源丰富多样，种类也较为齐全，有132种的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已被发现，占全国总数的70%。94种已被探明一定的储量，在全国总数中占据60%。四川省是全国3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和4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电子信息、食品饮料、装备制造、能源化工、先进材料等。这5大支柱产业的营收有4.03万亿元，增长了约9.6%。2023年，四川的 GDP 有60132.9亿元，同比增长6.0%。3.
为何非要修川藏铁路？首先是完善了西藏的铁路网，方便西藏进行对外运输。川藏铁路的建设可以连接现有的青藏铁路以及在建或规划当中的路线，提高了我国西部地区进藏通道的交通能力。不仅能压缩运输时间，让货物运输更加畅通，还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次就是西藏的地理位置，它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边陲地带，是巩固我们国家安全屏障的关键所在。拥有良好的运输通道，也可以更好地保障边境地区的交通与物资的运行。最后就是我们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因为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与缅甸接壤，更是我国通向南亚的重要通道。根据“十四五”规划，西藏到2035年，铁路网将覆盖全区县的 74.3%， 有55个县级行政区会串联起来，加强了西北与西南等地的关联，更是缩短了去往内地的距离与时间。西藏与南亚的联系打通，也更好地促进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建设。